那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凸轮分割器的一个原理啊，以及在使用时的一些注意事项。如右下角这个图片所示啊，为一个凸轮分割器的一个原理。好，那么左边这一半呢属于这个输入轴，右边这一半呢属于输出轴。好，那我们的3项异步电机呢就带动了这样一个立体凸轮去旋转。由于这个凸轮槽呢和凸轮随动器的一个间歇性捏合的一个特点呢，好，就会导致这边输出轴呢每当我这个输入轴旋转一圈，它会走了一个什么宫位的角度，以此从而产生一个间歇性的等角位移的一个旋转运动。好，那么如果呢现在我们要选用一个凸轮分割器呢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有哪些首先就是这个凸轮分割器呢它的一个输出形式，凸轮分割器的几种常规的输出形式如下，有这种什么轴输入轴输出是吧？还有这种轴输入凸台式输出还有这种轴输入法兰式输出。一般呢咱们要做这个简单的一个机械传动呢，比如说我把一个3项异步电机连在这个位置，然后呢这个轴带动了一个链轮然后这个链轮上面呢绑了一个链条，实现一个间歇性运动一般用输出轴形式的像我们这个凸轮分割器，如果说要连接一个大转盘带动各个载具旋转呢，一般就是这种法兰式的和这种凸圆式的法兰式的一般承载能力呢就比较强，凸圆式的承载能力呢一般要比较轻一些除此之外呢，咱们每一种输出形式的这个凸轮分割器呢后面还会跟一些字母比如这个 MT、MS 还有这个 MCV50。好，它们代表什么呢？我们就看这个黄色这条线。黄色这条线呢，代表这个加速度曲线。那么这一个曲线呢，代表的是凸轮分割器它转过一个节拍的角度，那么这个立体凸轮杆呢所承受的一个加速惯性力，你可以这样理解，是吧？那横轴呢为这个立体凸轮的一个旋转角度正好1圈360，对吧？纵轴为它这个加速度大小。那我们希望的呢是这个加速度过渡越平滑越好。好像如图所示的这两种曲线它这个加速度过渡的呢就不是很平滑所以说呢都不能够用于驱动角较大的以及呢这个公位数较小的场合。怎么说呢？如果你的公位数只有2个，也就是说每个节拍要转180度，那这时候呢加速曲线你尽量不要选择这2种，而是呢选择这一种。当然了，实际当中呢也不可能有2公位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会使用凸轮分割器。如果说公位数比较多的情况下，或者说这个驱动角比较小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使用这种凸轮分割器。那么像最下面这一种呢，它的曲线过渡呢是最不平滑的我就不建议大家使用。大家可能有一个问题这个驱动角和公位数之间是什么关系公位数应该好理解，对吧？我这个就是说我这个输出轴它要停止几个位置就是公位数那什么叫驱动角呢？驱动角就是说呢，我这个主动的立体凸轮它转过多少度那么在这个角度范围内，我这个输出轴是处于在旋转的状态或者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滚珠丝杆的导程。如果这个驱动角较小，也就是说比如咱们这个立体凸轮它转过90度那么就要求你这个输出轴走过一个节拍的角度。你就可以想象为一根滚珠丝杆我需要你转180度，但是我要求你走的行程是20，那说明滚珠丝杆的导程要是40但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我只是打一个比方，你会发现呢，此时的滚珠丝杆呢要承受的力就更大。也就是说，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凸轮分割器呢要吃的惯量就更多。所以这个驱动角和公位数呢，要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呢，咱们去这个酌情去选择。好，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咱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吧。